我是个穿越者，穿越成了一个侯府出身的纨绔子弟。因为烧了六皇子的聚贤楼，打了皇家的脸面，马上就要被皇帝处死了。为了活着，我当朝吟诗一首，震惊了所有人。皇帝看在我家世代忠荣、屡立立功的面子上，放过了我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被发配到辽州，参与平叛，命曹峰为辽州军正九品任勇校尉，戴罪立功。累公至从三品云千将军和回京，否则不得踏入地境半步。胡人叛乱暂时平定了，我回到了京城，但是马上又接到了前往辽阳平定卢家叛乱的命令。报！胡人骑兵攻下辽西3个哨所，5000骑直奔主城而来，全军备战。5000胡人精骑，曹峰，就你手下这群连毛都没长齐的新兵崽子，拿什么打？你想说什么？这主城根本守不住。我山子营是朝廷精锐，绝不陪你在这儿送死！我要带兵撤回关内。临阵脱逃？我是朝廷亲封的指挥使，你不过是个中郎将，管得着我吗？弟兄们，跟我走！张虎臣在，屡建动摇军心，意图叛逃，给我拿下！你敢？我可是二皇子的人，你敢动我一根指头？拿二皇子压我，在辽西老子就是天！把他给我绑到城头上，胡人打过来，他敢眨一下眼，直接剁了喂狗！全军上城！是。疯子，你拿1万步兵守5000铁骑，城门一破，咱们全得被屠城！放开我！闭嘴！再叫割了你的舌头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曹峰，你灭我卢家满门，今天我带大虎铁骑来踏平你这辽西城，还不滚出来受死！小侯爷，是卢荣那条老狗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他。卢将军，别放箭！我是二皇子的人，我是自己人啊！啊！软骨头，丢尽大钱的脸！金川守城，张虎臣、李破甲，带上你们的人，跟我出城！是。出城！你拿步兵去跟胡人骑兵野战，你找死啊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我碾碎他们！忠勇营，磨刀阵！卢老狗，拿命来！拦住他！快拦住这个疯子！大虎第一勇士古突在此，曹峰，给我死！第一勇士，老子今天就拿你的脑袋祭旗！杀！舔狗死！啊！我的手！去地府叫唤吧！不可能！古都可是胡人第一勇士！什么狗屁勇士，连老子一刀都接不住！小侯爷威武！杀！
疯子，他真拿步兵把骑兵当猪宰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就是我辽西军的刀！他撑不了多久，胡人有5000精骑，累也累死他！再放屁，老子现在就给你放血！定住！给我定住！谁敢退，我杀谁！卢老狗，你勾结胡延造反，今天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！拦住他！快！小侯爷是胡人的援军。二王子，二王子，二王子，救命！废物，5000精骑拿不下一个破城。是曹峰，那小子是个疯子。你就是曹峰，你又是哪根葱？哼！大胡二王子拓跋宏，今天我要拿你的头骨做酒碗！大言不惭的废物，老子今天连你一块宰！铁符箓，给我踏平辽县城，寸草不留！镇上！小侯爷，是铁符箓，波刀阵挡不住的，快撤回城！撤！老子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儿！胡卫营，上火油罐，给我烧死这帮铁王八！是火油！该死的，他们早有准备，撤退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给我杀！二王子，等等我！小侯爷，卢老狗跑了，要不要追？穷寇莫追，铁符箓没伤根本，逼急了会反咬。撤回城。得令，全军回城。中郎将神勇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被朱由蒙了心。你不是二皇子的人，不是要带兵回关内吗？不回了，我誓死追随中郎将。你还不配！秦川，在，扒了他的甲。山子营从今天起归虎威行收编。你敢夺我的兵权？我可是朝廷新封的指挥使。在辽西，老子的话就是圣旨。再废话，我让你连指挥使都做不了。曹峰，你给我等着！小侯爷，放他走，必成后患。一个废物，翻不起浪，让他滚回去给主子报信。小侯爷，胡人虽然退了，但拓跋宏绝不会咽下这口气。没错，铁符村主力还在，不出半日，胡人必会率领大军卷土重来。怕了？不是怕，咱们满打满算不到1万人，这城根本挡不住10万铁骑。那就招兵买马，纳贤聚财。小侯爷，招募新兵确实是个办法，但这样的话，大军素质的不好说了。简单，重新整编大军，以老带新。眼下已经进入冬季，漠北的冬天大雪漫天，等大雪封了山路，胡人想要报仇，至少也要等明年开春。我们有的是时间训练新兵。指挥使，这整编运令都下3天了，底下的弟兄们死活不跺脚啊！就是啊，大家都是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兄弟，凭什么要把我们打散？新兵蛋子懂个屁的打仗，让我们去带新兵，这不是拿咱们的命开玩笑吗？哥，小侯爷这道军令太不近人情了。这里只有指挥使，没有你哥。指挥使，弟兄们情绪太大了，您可是小侯爷面前的红人，您去求求情，把这整编的军令撤了吧。是啊，指挥使，您去跟小侯爷说说，咱们忠勇营绝不分开。有指挥者出面。求情？我看你们是脑子进水了。指挥使，咱们也是为了弟兄们好啊，
为了弟兄们好，我看你们是为了自己偷懒。您这话怎么说的？咱们哪敢偷懒啊？石墩子，你现在是个百户了吧？是，承蒙小侯爷提拔。你手底下的百10号人，有几个是你的老乡？有几个是你以前的对正使长？这大半都是。那你平时下令，他们听吗？老兄弟嘛，有时候难免打个哈哈。你们呢？是不是都一样？你们现在是军官，不是大头兵，手底下全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，你们怎么立威？怎么带兵？您是说整编就是为了把老兵打散，把新兵揉进来，让你们去新营当骨干，当说一不二的军官。小侯爷这是在帮你们坐稳位子。啊！我的老天爷！小侯爷用心良苦，我真他娘的是个猪脑子！原来整编是给咱们撑腰啊！遇到点困难就去找小侯爷，要你们干什么？吃干饭啊！指挥使放心，我们知道该站哪边了。谁敢不服整编，我石墩子第一个削他！誓死执行军令！好，光咱们明白没用，走，跟我去营里亲自劝那些老兄弟。指挥使，我们不走！今天谁敢拆散周永营，我们就跟他拼了！造反吗？怎么？我秦川带出来的兵，现在要拿棍子打我？指挥使，我们不走！我们在周永营待了10几年，死人堆里一起爬出来的，凭什么把我们赶走？指挥使，求您跟小侯爷说说，别拆散我们！混账东西！军令如山，你们敢抗命？都给我闭嘴！你们以为我舍得？你们身上的疤，哪道不是跟着我秦川砍出来的？那您就去求求情啊！去了新营，全是生面孔，谁拿我们当兄弟？还不是让人欺负死！欺负？你们是我忠勇营出去的百战老兵，谁敢欺负你们？你在忠勇营干了6年，还是个大头兵，去了新营，你就是骨干，就是师长对正。师长，你们动脑子想想，新营缺什么？缺能打仗、会带兵的老油条。你们去了，就是新营的祖宗。对呀，你们这群棒槌，小侯爷这是给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总不能当一辈子大头兵，出去闯一闯，说不定也能当个指挥使。指挥使，您说真的？去了真能当官？我秦川拿脑袋担保。你们都是辽西军的人，想回来看老兄弟，随时能回。忠勇营永远是你们的娘家。娘的，干了！老子去新营当师长，绝不给忠勇营丢脸！都给我滚回去收拾行当，马上滚去新营报道。哥，叫指挥使。指挥使，调令下来了，我也要调去骁骑营当对正了。怎么，舍不得？我从小就跟着你，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，现在让我一个人去带兵，我怕我干不好，丢了你的脸。丢脸？你是我秦川的弟弟，去了骁骑营，给我把腰杆子挺直了。哥，记住了，到了新营，别端着架子，多跟弟兄们同甘共苦。要是敢给我丢人，我亲自去削你。是，绝不给哥丢脸。小侯爷，神了！什么是大呼小叫？整编的事儿，各营本来闹翻了天，死活不肯拆分，结果秦川一出马，几句话就把那些老兵油子治得服服帖帖。哦，他没动刀子？没动刀子没骂娘，他给老兵们算了一笔升官发财的账，硬是把黑的说成白的。现在那些老兵抢着去新营报道，生怕去晚的当不上祖干。有点意思。这秦川真是个人才，当初您破格提拔他当指挥使，属下还觉得您太冒险。现在看来，小侯爷您是慧眼识珠啊！我曹峰要的是能打仗又听话的人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那整编的事儿，就算彻底落席了。不够，辽西军底子太薄，光靠一个秦川撑不起1万兵马。去，把秦川叫来。
末将秦川参见小侯爷。起来，听说你把整边的事办得挺漂亮。都是小侯爷的军令威慑，末将只是顺水推舟。少拍马屁！我叫你来，是交给你个新差事，请小侯爷吩咐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从今天起，你兼任辽西军练兵总教头。总教头？小侯爷不可，总教头可是要统管全军操练的，他一个底层出身的。底层怎么了？我曹峰用人只看本事。不仅如此，等到了辽西，我要办个军官培训班，把所有底层军官集中起来，你来教他们怎么带兵，怎么打仗。小侯爷三思，那是咱们郑国公府不外传的亮兵秘法，怎么能随便交给外人？要是让国公爷知道，闭嘴！拿我爹压我，在这里我才是主将。可是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要的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天军，不是一群只会听相的废物。秘法再好，藏在库房里能杀敌吗？属下知错。秦川，我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你身上了，你敢接吗？小侯爷知遇之恩，秦川粉身碎骨难报，谁敢不用心练兵，我活劈了他！好，这差事交给你，办砸了，我拿你试问。末将领命，绝不让小侯爷失望。小侯爷，门外有个自称幽州崔氏的人求见。幽州崔氏？无姓期望的人来找我干什么？他说要当您的首席幕僚，帮您一统辽西。呸！什么破书叶子，拿这种泔水招待我？先生，这已经是府里最好的茶了。放肆！我可是幽州崔氏的嫡系子弟，平时只喝上等的桃园茶。是，小人怠慢了。算你识相，等我当了小侯爷的首席幕僚，帮他一统辽西，随便拔个腿毛都能让你当个千户。好大的口气，还没进门呢，就端起首席幕僚的架子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曹府的丫鬟也敢顶撞我？我族叔可是青州刺史崔大人。青州刺史？据我所知，崔氏二房单传了好几代，崔大人膝下只有一个独女，你哪来的族叔？我是旁支，对，远房旁支。旁支？幽州崔氏家规森严，出门必配玉牌。你的玉牌呢？我路上遭了贼，被抢了。满嘴谎言！来人，把这个招摇撞骗的无赖给我轰出去！怎么回事？吵吵嚷嚷的。小侯爷，我是幽州崔氏的崔远啊！这刁奴居然敢辱骂我，我可是来辅佐您一统辽西的卧龙凤毒啊！小侯爷，这就是个骗子。慢着，既然你说你是卧龙凤雏，那我考考你。小侯爷随便考，天文地理、奇门遁甲，我无一不精。辽阳现在缺粮缺钱，胡人随时南下，你说怎么筹措军饷，怎么抵御胡人？这当以德服人，只要小侯爷广施仁政，感化百姓，胡人自然退兵。感化胡人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满嘴喷粪的废物，给我打出去！有辱斯文！你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还不伺候了！呸！什么玩意儿！小侯爷，现在这骗子真多，咱们还是别乱见客了。辽西百废待兴，我缺的是能干实事的人，不是这种草包。在下辽西孟学文，特来相助小侯爷一臂之力。又来一个要饭的骗子，赶紧滚！别逼我动手！小侯爷若赶我走，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幕僚，而是整个辽西的民心。好大的口气！一个要饭的也敢拿民心压小侯爷，找死！刀斧加身又何妨？辽西百废待兴，小侯爷若连容人之量都没有，安何平定乱局？我先劈了你这狂徒！住手！夫人，这人穿的比叫花子还破，肯定又是来骗吃骗喝的。刚才那个姓崔的就是前车之鉴。在下虽落魄，但绝非招摇撞骗之徒。哦，那你有什么本事？小侯爷，府里乱糟糟的，你还要处理军务，以后来投药的文人，不如先交给我把关，免得什么阿猫阿狗都来烦你。行，宁儿出马，我放心。孟先生是吧？
请随我到偏厅。夫人，这要拿好茶招待他呀。少废话，看茶。孟先生说能帮小侯爷，不知先生师从何人，现居何职？在下是之前内阁大学士张正清。内阁大学士，你就吹吧。秋月，闭嘴。先生继续。在下曾任朝廷度支司员外郎，管过3年钱粮，后来调任辽州节度府判官。杜章司，节度府，那怎么落得这般田地？是因我看不惯卢家贪墨军饷，上书弹劾，反被他们罗编罪名罢官抄家。如今我一家老小栖身城外破庙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我今天来，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小侯爷赏个刀比例的差事，能让我养活妻儿。刀比翼，露馅了吧？刚才还说一统辽西，现在只要个抄写文书的活。秋月，掌嘴！夫人，孟先生，刚才多有怠慢，宁儿给您赔罪。夫人使不得，夫人使不得。秋月，马上派马车去城外破庙，把孟先生的家眷全接进府里，挑最好的跨院安置，月俸按最高规格发。夫人大恩，我孟学文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先生快起，我这就去禀报小侯爷。这帮文官写的什么鸟语，完全看不懂。小侯爷，怎么了？那个姓孟的也是骗子？小侯爷，咱们挖到宝了！挖到宝了？真的？快带我去！度支司员外郎，节度府判官，宁儿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这老孟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活财神。那可不，这辽西的烂摊子没个懂行的老手，你这中郎将迟早被公文埋。还是夫人疼我，等我平了辽西，一定给你请个一品诰命。少贫嘴，先把军饷的事解决了再说。小侯爷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不是，是吕健，那孙子光着膀子背着金牌在府门外跪着呢，说是要给您负荆请罪。负荆请罪？这狗东西被夺了兵权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小侯爷，这可是立威的好机会，他既然认怂了，咱们正好把他当条狗使唤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和解。为什么？你动脑子想想，吕健是谁的人？二皇子，朝廷派他来干嘛的？监视你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是跟他和解了，皇帝怎么想？二皇子怎么想？他们会觉得你逃风把监军拉拢了，要拥兵自重，到时候派来的就不是一个废物吕健，而是10万平叛大军。夫人英明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揍他，往死里揍，打得越惨越好，让他去皇帝面前告状，说你跋扈不驯，你们势同水火，皇帝才会安息。妙啊，宁儿，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走，看老子今天不打断这孙子的狗腿！曹中郎将，我知错了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吕健，你这狗东西还有脸来！中郎将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猪油蒙了心，我不该顶撞您，求您把山子营还给我吧！还给你，你个贪生怕死的废物，也配带兵？中郎将，周进去，我可是二皇子的人，你打狗也得看主人啊！只要您原谅我，我保证以后给您当牛做马。当牛做马？好啊！这一棍是打你临阵脱逃，动摇军心。哎呦，别打了，我是朝廷命官。在地纠你仗着二皇子的事，没少欺负老子，现在落到我手里，还想就这么算了？跪下，叫3声曹爷爷，
老子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！曹峰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啊！救不救？曹疯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好，老子让你跑！曹峰，你殴打朝廷命官，我要去皇上面前告你，你死定了！小侯爷收留之恩，孟某没齿难忘。光嘴上谢有屁用？咱们现在对辽西两眼一抹黑，你能干啥？闭嘴，孟先生，辽西这盘死棋你怎么看？卢氏叛军号称3万，实则一群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惧。哼，3万人不足为惧，你个书呆子懂个屁的打仗！真正要防的是他们背后的金帐号国和胡人骑兵。孟某曾在辽州节度府任职，辽西3大家族各方势力的底线全在我脑子里。有了我，您就等于有了整个辽西的活地图。好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小侯爷，您真信他？从今天起，孟学文就是我曹峰的首席幕僚，见他如见我。承蒙厚爱，孟某必效犬马之劳。小侯爷，这兵真他娘的没法招了！辽阳本地百姓怕死，大半个月才招了5000人，还差一半缺口啊！镇国公已经连催3次出兵，再拖下去，朝廷怪罪下来，谁担得起？招不到兵就等死。孟先生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小侯爷，本地人不愿当兵，但城外有几万逃难来的流民。流民？那帮饿死鬼连刀都拿不稳，能打仗？他们做梦都想打回老家，只要给他们家眷安排杂役，管饭给钱，解决后顾之忧，他们在战场上绝对比谁都拼命。说得对，传我军令，只要拉来一个合格的新兵，赏银1两，拉来10个，直接升师长。赏银子还直接升官？我的老天爷！小侯爷此话当真？老子什么时候说过空话？拉的越多，赏的越多。只要好好干，跟着我打进辽西，有的是升官发财的机会。都听见没有？10天之内，绝对把兵员招满，招不满我秦川提头来见。誓死追随小侯爷，招满兵员。报，小侯爷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辽西叛军带着胡人骑兵突然越界掠边境村落，杀了咱们的巡哨。狗娘养的叛军，敢动我大钱的人！小侯爷，给我500精锐，末将去宰了这帮畜生！不可，叛军这是在试探咱们的虚实，咱们兵力空虚，一旦出营，正中下怀。那老子的兵就白死了！小侯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当务之急是立刻满编。秦川，把老子昨天定的规矩，现在就给老子砸下去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5天，老子只给你们5天，招不满，你们全给老子滚蛋！小侯爷有令，全军放假5天，都给老子闭嘴！放假不是让你们去逛窑的，是去招兵。拉来一个合格的新兵，赏现银1两；拉来10个，直接提拔当师长。指挥使，这不公平！哪不公平？老子身上7、8道疤，才换了个师长，凭什么新兵担子拉10个人就能跟老子平起平坐？弟兄们不服，不服给老子憋着！现在小侯爷要的是兵，杀敌是本事，拉人头也是本事。你他娘的要是能拉来100人，小侯爷直接提拔你当对正。对正100人，指挥使，此话当真？
小侯爷吐口唾沫是个钉。干了！老子村里光棍多的是，100人老子包了，谁也别跟我抢！我家族有20多个青壮年，这师长我孙展当定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去领路条，5天后谁带的人多谁就是爷，招不到人的回来给老子刷茅房。解散。15000人，齐装满员，这帮孙子真他娘的能干！哎，小侯爷，这帮老兵疯了，连隔壁县的流民都抢光了。有兵就有底气，老子现在就要去弄死那帮叛军，给死去的弟兄报仇！小侯爷，兵虽招满，但都是新兵，战力不足，不可正面硬拼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在下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叛军以为我们还在练兵，防备松懈，不如趁着天寒地冻，我们突袭辽西。都给我闭嘴，站直了！凶什么凶？不就比我们早来几天吗？早来几天？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3个月前，老子和你们一样，是个连刀都握不稳的大头兵。那你怎么当上队正的？老子在战场上砍了11个叛军，拿命换来的。咱们小侯爷赏罚分明，在这里不看出身，不看背景，只要你有本事，敢拼命，就能升官发财。升官发财，杀敌立功！升官发财，杀敌立功！小侯爷，军心可用啊！兵是好兵，但都是新兵蛋子，真要拉去跟叛军硬碰硬，就是送死。孟先生，你昨天说突袭辽西，具体怎么打？叛军以为我们兵器不足，还在用木矛操练，断定我们最快也要4月才能出兵。哼，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小侯爷英明，我们在辽阳大张旗鼓的练兵，把声势造到最大，放出假消息，就说4月出兵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亲自带队，抽调3000精锐，抄小路，直捣辽西。小侯爷，现在可是寒冬腊月，大雪封山，3000人进山，弄不好会全军覆没的。打仗就是赌命，叛军觉得不可能，我们偏要干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老子的刀已经架在他们脖子上了。小侯爷与孟某英雄所见略同，此战若成，辽西可定。就这么定了，3000精锐即日出发。曹兄弟，哥哥我来的不算晚吧？周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小子行啊，不到1年，从个小队正混成中郎将了，哥哥我都眼红了。周大哥说笑了，我这正准备出兵呢。拿着，这是哥哥我压箱底的宝贝，没这东西，会在辽西寸步难行。这是辽西全图，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派人潜入辽西9死1生画出来的。周大哥，你这礼太重了。你小子别跟我矫情，走，进屋酒去。周大哥，没你这图，我去了辽西就是瞎子。我敬你。痛快！曹兄弟，这图上红色的是亲近大钱的部落，黑色的是跟金帐汗国穿一条裤子的。这么详细，连各部落有多少骑兵都标了。辽西那破地方，随便一个野狐人部落都能拉出7、8百骑兵。大哥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周将军，小侯爷这几天愁的头发都掉了一把，您这可是雪中送炭啊！弟妹客气，
曹兄弟是我带出来的，我不帮他帮谁？周大哥，以后无论我曹峰平步青云，还是解甲归田，我永远都是您麾下的一个兵。好兄弟，干了！报，副都督，辽阳急报，曹峰招募了上万兵马。上万？他要打过来了！副都督莫慌，属下查清楚了，全是一群连刀都没摸过的流民，连兵器甲胄都凑不齐，现在还在用木矛操练呢。木矛？哈哈哈哈哈！拿木矛跟老子的铁骑打，找死！他们放出风声，最快也要4月才能出兵。4月，时间充裕的很。既然他现在不敢来，老子就先扫清辽西内部不听话的刺头。您是说，传令下去，集结2万大军，第一个就拿沧源县凌云堡的杨家开刀，老子要让他们满门覆灭！是。顾塔，你确定没带错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小侯爷放心，我从小在这片林子打猎，闭着眼都能穿过去。还要走多久？再走2、3天就能出林子，直插辽西腹地。小侯爷，不能再走了。怎么回事？已经行军5天了，几十个弟兄冻坏了手脚，连刀都握不住，再走下去会出人命的。死也得给我撑住！咱们就不能生火歇半天吗？生火就会暴露行踪。卢胜以为我们4月才出兵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告诉弟兄们，就算爬，也得给我爬到辽西。这一仗，我曹峰赌上了所有人的命，绝不能输。遵命，我这就去前面开路。小侯爷，前面有炊烟，咱们有救了，能喝口热汤了。炊烟？我带人先去探路。把刀收起来，别吓着百姓，咱们是来借宿的。老乡，我们是过路的官军，想借宝地歇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再往前一步，射穿你们的喉咙！找死！敢动小侯爷！收刀。200两，买你们的肉和饭。200两，你们真是官军？老乡，这是我们小侯爷，绝不伤人。快，给军爷们生火煮汤。小侯爷，打听到了，卢胜5、6天前带了2万人去打凌云堡了。凌云堡？沧源县杨家的地盘，杨家对百姓极好，有几百精悍家丁护院。5、6天了，凌云堡绝对撑不住2万人的猛攻。凌云堡一破，卢胜扫清后方，咱们这3000人就成了瓮中之鳖。传令，全军扔掉辎重，急行军，今夜必须赶到凌云堡。死守，绝不后退半步！杨家气数已尽，受死吧！我杨伟生是凌云堡的人，死是凌云堡的鬼，一起下地狱吧！大哥，跟这帮畜生拼了！一群蝼蚁！传令，攻破凌云堡，3日不封刀，
给我杀光他们！撑不住了，天要亡我杨家！吹号，从侧后进攻，碾碎他们！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小旗营，追行阵，凿穿他们！步军跟上，碾碎这帮畜生！弟媳，后面有官军！哪来的官军？给我顶住！挡我者死！是辽西军，是那个杀神曹峰。听说他在辽州杀了几万人。快跑啊！曹峰来了！不许退！谁退我砍了谁！穆都督，败局已经，快走！再不走就没命了。曹峰，我跟你没完！撤！援军到了，乡亲们，报仇的时候到了！传令全军，立刻收拢阵型。老朽杨贺，多谢小侯爷救命之恩。若非神兵天降，我凌云堡今日必遭灭门。小侯爷威武！杨老家主，快起！这是分内之事。小侯爷，堡内还有些存粮，快让将士们进堡休整。老朽这就让人去起锅做饭。来不及休整了。小侯爷这是何意？将士们急行军又血战一场，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啊！兵贵神速，卢胜刚败，现在是他最虚弱、最恐慌的时候。小侯爷，末将愿打头阵。杨老家主，给我们弄口热乎饭，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。吃完饭就走。对，我要乘胜追击，今夜就一鼓作气打进辽公城。这急行军5天，又血战一场，竟然还能如此军纪严明。爹，这才是真正的虎狼之师。全军听令，立刻列阵。小侯爷，我杨家愿出1500子弟，随您平叛。好，杨家子弟听令，随我直扑辽师城，杀进叛军！出发！小侯爷，他们居然没关城门。卢胜被我们打懵了，还想着收拢残兵呢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小侯爷，交给我们。带几十个兄弟，换上叛军的衣服，混进去，只要夺下城门，本将记你们首功。遵命。站住！哪部分的？别动手！我们是前锋营的，被曹峰那个杀神打散了。快滚进去，别挡道！夺取城门，为死去的乡亲报仇！拿下了！小侯爷进城！李破甲，给我冲进去！辽西军在此，
降者不杀！曹疯子追来了，快跑啊！曹疯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他连饭都不吃吗？副都督，东门和南门全破了，快从北门逃吧！曹疯，老子跟你势不两立！撤！报！我军已夺占西门。报！南门已被我杨家子弟拿下。可惜，让卢胜那老贼从北门跑了。他跑不了多远。传我的军令，立刻通告辽西各路豪帅和胡人头领，请小侯爷示下。凡出兵追击卢胜残部者，以前的旧账，本将既往不咎。迟疑观望、按兵不动者，以叛军论处，杀无赦。一个女人也敢来捡老子的便宜，给我杀光他们！卢胜已死，裴英部慕容睿借你项上人头，向小侯爷领赏。卢胜、伏诛这些缴获，大家按功平分。多谢小侯爷。小侯爷痛快，我青鸟部斩杀叛军300，这首功的赏赐我就不客气了。300叛军，本将怎么听说那是300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？而且你还把真叛军全收编到了自己麾下。小侯爷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傅延山对朝廷忠心耿耿。带上来！你个孽种来干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小侯爷，他不仅杀良冒功，欺上瞒下，当年更是将我生母赏给手下，活活折磨战死。他不配当族长！小畜生，老子今天就劈了你！顾元腾，你的仇自己报！母亲，儿子替你报仇了！我曹峰的规矩很简单，听号令的绝不亏待，敢跟我玩阴的，呼延山就是下场，听懂了吗？全凭小侯爷差遣。诸位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走，我请大家喝酒。曹峰，你以为杀个呼延山就能镇住辽西这滩浑水了？通知下面的人换上辽西军的衣服，立刻动手。我要让曹峰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小侯爷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红河县急报，大批百姓突然围堵粮仓，手里都拿着家伙。百姓抢粮？秦川不是在那边吗？秦指挥使死守粮仓，但他不敢对百姓动刀子。官军不给咱们活路，抢啊！抢粮，把官军赶出去！指挥使，他们要冲进来了，拔刀吧！
不准拔刀！小侯爷有令，辽西军绝不伤百姓分毫。全军听令，放弃粮仓，撤退！不伤百姓，真是一群活菩萨。既然他们不动手，那咱们就替他们动手，把巡哨队给我做了，换上他们的皮。辽西军办事，把值钱的都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军爷，我们真没钱了，求您高抬贵手。没钱，给我打！陶峰的兵都是畜生，乡亲们，跟他们拼了！小侯爷，白云县和红河县同时爆发民变，数万百姓拿着农具冲击县衙。秦川干什么吃的？小侯爷，我无能。你怎么弄成这样？有人伏击了我们的巡哨队，11个弟兄全被杀了。谁干的？杀手扒了弟兄们的军衣，假扮咱们的人去村里祸害百姓。现在百姓全疯了，逢着穿军衣的就下死手。混在百姓里的杀手放冷箭，白云县的弟兄几乎全军覆没。什么？全军集结！老子要平了白云县和红河县！小侯爷，给我500人，我去给弟兄们报仇。不可！小侯爷三思。三思个屁！我的人被割了脑袋，你让我忍？这是敌人的毒计，百姓是被煽动。你若派大军镇压，就是屠戮平民。那怎么办？看着弟兄们白死！幕后黑手就等着您动刀子，到时候他们去朝廷告状，辽西军就彻底完了。刘家靖川堡赤武部，肯定是这帮混蛋在背后捣鬼，想把老子赶出辽西。不如找杨家牵线，大家坐下来谈谈。谈？他们杀了我的人，穿我的军衣祸害百姓，这事没得谈。那到底打还是不打？大军不能动，但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。小侯爷的意思是，明路走不通，那就走暗路，都退下。黑旗会总舵主赵小黑参见小侯爷。起来，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回小侯爷，黑旗会已在辽阳、辽州、辽东海城建立分舵，手底下有5、6千号兄弟。干得不错。这次带了多少人来辽西？1500骨干，全是1等1的好手，已经在城外待命，就等您一句话。好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明面上不能动刀兵，暗地里的活交给你。小黑爷指哪儿，黑旗会打哪儿。有人杀了我的人，还给我泼脏水。大军不能压过去，但我绝不能让他们活。小侯爷放心，对付这帮下三滥，我们黑旗会是祖宗。我要你查清楚，谁杀了我的人，谁假扮我的兵，谁在幕后煽风点火。查到之后呢？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什么叫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遵命。
今晚辽西的业归黑旗会管。5000两，只要你能将曹峰赶出辽西，我家主子向吏部举荐，这洪衡县的县令就是你刘三爷的。替我多谢主子，不出3个月，我保证让曹峰灰溜溜滚出辽西。曹峰可不好惹，连卢胜都栽在他手里，你小心行事。卢胜是轻敌，曹峰在我眼里就是条野狗。我们杀了他的兵，赶走了他的人，他现在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那就看刘三爷的手段了。他胆敢到红河县来抢食，我就打断他的狗腿。全是小侯爷的精良刀盾，发下去！辽西军不方便直接下场，以免中了敌人的奸计，引起百姓仇视。接下来全靠你们了。2位将军放心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弟兄们，在！对那些被蛊惑的百姓，拿刀背拍，揍一顿打醒就行，不要下死手。但对那些胆敢拎着刀子公然跟小侯爷作对的，给我往死里弄！听明白没有？是！乡亲们，曹峰性格残暴，贪财好色，他手底下的辽西军就是一群土匪，把他们赶出去！他们要是敢来大川镇，咱们就跟他们拼了，保护咱们的粮食和女人！跟曹峰干，干到底！七爷，不好了，他们来了！谁来了？辽西军？不知道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全都拿着真刀真盾，已经杀到镇口了。怕什么？咱们有1000多号人，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们！不怕死的，跟我上！弄死这帮不长眼的！乡亲们，刘家欺压百姓，抓走了我妹妹，只要你们让开，这事儿与你们无关。赵大哥，你啥时候有个妹妹？废话，老子现编的，干仗不得师出有名？哼，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刘家真扎人家姑娘了，这造孽呀！别听他放屁，这肯定是曹峰派来的土匪，给我打！没脸不要脸！弟兄们，攻守掩护，给我冲！用刀背揍醒他们就行，别下死手！废物，退后者死！刘家子弟，给我拔刀砍！他们动真格的了，抽刀杀！杀人了！他们动真刀了！快跑啊！不许退！给我顶住！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别杀我！我是刘家的刘能，有话好说。哼，下辈子投胎，别惹小侯爷。世子，大喜事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红河县和白云县爆发民变了，曹峰的兵在屠戮百姓，引发暴乱。你确定曹峰对百姓动手了？千真万确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曹峰纵兵行凶，激起民怨，这可是弹劾他的好机会。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哈哈哈哈！快给我拿笔墨来！指挥使这是要……老子要狠狠告他一状！曹峰纵兵激起民变，这可是死罪！只要把他整垮，这辽西军中立将的位子就是我的了。都是世子，凭什么老子比他矮一头？老子写了上千字，
全是他纵兵行凶的罪证。他曹峰不是能打吗？我看他怎么跟兵部交代。快马加鞭，把这节子送往兵部，我要让他万劫不复。三爷，大川镇丢了，七爷被他们堵在墙角杀了。什么？1000多号人守不住一个大川镇？他们全拿着精良刀盾，七爷连个全尸都没剩下。不管这帮人从哪儿冒出来的，绝对跟曹峰脱不了干系。曹疯子欺人太甚，真当我刘家是泥捏的？马上去联络赤虎部、靖川堡，告诉他们，曹峰要踩在咱们头上，谁也别想独善其身，联合出兵。哼，刘三爷，好大的火气啊！贺拔族长，你来的正好，大川镇是你们的地盘，1000多人让人欺负到家门口，你们刘家不行啊？养的都是废物吗？贺拔烈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今天是我刘家，明天就轮到你赤虎部，你到底出不出兵？出！要是曹峰敢来我赤虎部，我让他有来无回。辽西是咱们的辽西，轮不到他曹峰撒野。三爷，这30多路人马，15000人，每天人吃马眼，全是咱们刘家掏钱，粮仓都快见底了，村里的猪羊全被他们吃光了。吃点怎么了？只要能灭了曹峰，倾家荡产也值。他们简直比土匪还狠啊！还糟蹋了10几个姑娘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刘家先被吃垮了。闭嘴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不能再等了，召集所有人，明日出兵，踏平大川镇，弄死曹峰。诸位，天天打打杀杀多没意思，尝一尝我曹峰亲自酿的酒。这酒竟如晨露般清澈，大前最顶级的贡酒也没这么纯。杨老家主，尝尝。好烈，好纯，老朽活了60载，以前喝的那些简直是馊水。我来尝尝。够劲儿！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辽西酒。小侯爷，这名字是不是太土了？土？以后天下人喝到此酒，就会知道咱们辽西。辽西不再是穷乡僻壤，而是名扬天下。啊！名扬天下，我们也能跟着沾光。这酒我交给你们去卖，拿货价10两一坛，最高售价不超过20两。一坛赚10两，一个月轻轻松松入上几百两，这简直是一座金山。杨家30坛，周家15坛，青鸟黑鹰各15坛。多谢小侯爷赏赐，愿为小侯爷效死。唉，可惜啊。小侯爷为何叹气？红河县刘家的人非要赶我走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我没法安心酿酒。大家这银子怕是赚不成了。谁敢断我杨家财路，我杨家就灭他满门。刘家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挡咱们发财，干死他！小侯爷放心，我们这就去平了刘家。哼，好，我等诸位的好消息。踏平大川镇，活捉曹峰。杨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咱们辽西各族同气连枝，马上给我滚开！呸！刘洪，你少废话！小侯爷带着大家发财，你们刘家却要砸大伙的饭碗。今天谁也别想过去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既然你们杨家找死，那老子连你们一块干了！你给我去死！死的是你！你刘洪已死，谁敢上前？
废物！一帮废物！都给我上！杀杨兴，为刘洪报仇！敌众我寡，不能硬拼，全军听令，退回大川镇。别让他们跑了，杀一个少10两！弟兄们，顶住，马上就到了。杨兄弟，干得漂亮！你们先下去歇着，接下来的交给我们。赵兄弟当心，他们足足有1万多人。哼，人多有个屁用！今天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曹峰的走狗，听着！今天大川镇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！第一个冲进镇子的，赏银500两！想拿赏银，也得有命花。攻守准备，放！他们有弓箭，快撤！退后者死！给我上！从东面西面一起包抄，第一个冲进去的赏银500两。为了500两，杀呀！顶不住了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死也要给我顶住！小侯爷绝不会不管我们，杀！小侯爷，大川镇东面和南面已经陷入近战，黑旗会的弟兄快撑不住了。小侯爷，下令吧，骁骑营1刻钟就能踏平这帮乌合之物。急什么？刘家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，再等下去，赵小黑他们就要全军覆没了。他们最厉害的是在当地的号召力，可遇到咱们不够看。我要借他们的手，削弱所有不听话的势力。传令，黑鹰部、金虎部、青鸟部、镇元堡全部出击，一个都不留。遵命。哪来的骑兵？我们被包围了！不可能！曹峰哪来这么多帮手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的援军到了，干死这帮狗日的！冲啊！不许退！谁敢跑，我杀谁！刘三爷，你跑不掉。黑鹰部，你们竟敢给曹峰当走狗！速速放下兵力，束手就擒，否则姑奶奶认识你，手里的刀子可不认人。想抓我？做梦！我刘家绝不认输！慕容月，做事留一线，只要你退兵，三干河以北的地盘全归你黑鹰部。地盘？你们刘家都没了，地盘照样是我们。我们想要什么，自己会用刀去拿，用不着你施舍。臭丫头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！刘家子弟，就算是死，也要站着死！给我杀！放箭！我跟你拼了！呀！找死！刘家完了，三爷死了，快跑啊！全军追击，抓活的！刘家这帮废物，撤！快回赤虎部！贺拔烈，小侯爷有令，今天谁也走不了。你敢拦我？
拿下！拜见小侯爷！15000叛军全线崩溃，大获全胜。起来吧。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？刘家造谣生事，百姓以为您是来屠城的，全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。小侯爷，要不要挨家挨户搜，把他们全揪出来？胡闹！我是来保境安民的，不是来当土匪的。属下知错。杨老家主在。劳烦你带个路。小侯爷要去哪儿？去百姓家里坐坐。刘家虽然灭了，但民心还没收回来。这辽西，我得让他真正姓曹。敲门。当家的，官军来了！完了，曹疯子这个活阎王来要咱们的命了，咱们全家都活不成了。小侯爷，这就是何春明家。小侯爷饶命！我猪油蒙了心才跟着刘家闹事，要杀我，别碰我老婆！起来！我该死！我该死！你是被刘家蒙骗的，我不追究。把东西拿上来！这是10斤粮食，200文钱，拿去养伤。不杀我，还给我发粮食。以前辽西怎样我不管，但我曹峰来了，就要让所有人有衣穿，有饭吃，有地种。小侯爷，您是活菩萨，我何春明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。小侯爷是好人呐。任命你为洪乡县东街甲长。多谢小侯爷。别高兴太早，以后你们甲里要是再有人跟着闹事，你这个甲长连坐，掉脑袋！谁敢烦小侯爷，我何春明第一个劈了他！杨兄，我们冯家那30个子弟还在俘虏营，这3000两你收好，通融通融。冯老板，这事儿犯忌讳，小侯爷眼里可容不得沙子。您帮忙，以后冯家为杨家马首是瞻。行吧，人我放了，但你给我听好，您吩咐。今后谁再敢跟着造反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再来一次，那可就是抄家灭族。不敢，绝对不敢。土匪简直比土匪还狠，抓人就是为了钱。废物！刘家是废物，贺拔烈也是废物。万骑长息怒，曹峰的辽西军根本没露面，就把他们全灭了。六皇子出钱，我出兵器。本想借刘家的手吞并辽西，全被这个曹峰毁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小打小闹对付不了他，给我查清曹峰的弱点，辽西我蓝布志在必得。废物，全他妈是废物！万骑长息怒，曹峰太邪门了，辽西军连面都没露，咱们扶持的刘家就全军覆没了。放屁！六皇子那个蠢货出银子，老子暗中出兵器，眼看整个辽西就要落入我蓝布手里，全被这个曹疯子搅和了。万骑长，曹峰风头正盛，咱们是不是暂避锋芒？避个屁！大钱的软脚虾也配让我退让？辽西是我蓝布的肉，谁敢抢，老子就剁了谁！去，给我把曹峰的底线扒干净，查他有什么弱点，老子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小侯爷，8万两，杨家把各家交的赎金一分不少全送来了。8万两，
这帮豪族真他娘的肥！他们以为给杨家交了钱就能保命，其实全进了我的口袋。小侯爷这招绝了，表面上是杨家收黑钱，背地里既充盈了咱们的军资，又拿捏了各家的投名状。传令，拿出1半发军饷，让弟兄们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剩下的全去买粮发给百姓。属下替辽西军弟兄誓死效忠小侯爷。走，去北街，今天老子要给整个辽西立规矩。来了，小侯爷来了！小侯爷威武，辽西军威武！民心所向，咱们小侯爷彻底收复辽西了。以前在京城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如今这大将风范简直判若两人。老侯爷要是看到，非得高兴疯了不可。老朽带兵前来，恭贺小侯爷。杨老家主有心了，但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办。给我揭牌！全军听令！在！辽西军奉皇命组建，将长期驻守此地，肩负保境安民之责。好，太好了！从今往后，谁再敢劫掠百姓、欺压良善、盘剥乡里，别怪我辽西军手里的刀子可不认人。警告辽西境内所有马贼、山匪流寇，限令半个月内缴械投降，过期不候，抓一个杀一个，绝不留情。小侯爷青天大老爷！小侯爷千岁，千岁！小侯爷，辽西局面已初步稳定，但据线报，金帐韩国蓝部万期长宇文耀一直在暗中渗透辽西，此人野心极大，刘家背后就是他暗中提供兵刃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必定会卷土重来。卷土重来？辽西是大钱的辽西，谁敢把手伸过来，就斩断谁的手！小侯爷威武！传令全军加强戒备，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。辽西局势初定，但我辽西军兵力有限，想要长治久安，还得靠诸位。我支持小侯爷。以前各家私兵打来打去，一盘散沙，早该整活了。整合？小侯爷，那些民壮可是我们各家的命根子，交出去，我们拿什么自保？自保？有我辽西军在，谁敢动你们？不交就是想造反！一根筷子容易折断，一把筷子放在一起，谁能折断？从今天起，辽西民壮整编为36路，每路500人，设豪帅1名。那谁来当这个豪帅？杨兴在，任命你为第1路民庄豪帅。呼延腾，第2路豪帅。谢小侯爷。在。好狠的手段，用我们各家的年轻人，直接架空我们这些老骨头。曹洪出列。属下在。即日起，你兼任辽西民壮总教头，每路民壮由你派1名教头协助整编操练。不就是派几个教头吗？小侯爷费心了。对，有人教我们练兵，求之不得。别急着高兴，我还有规矩。以后辽西，除辽西军和36路民庄外，任何势力、任何家族，不得拥有私兵，不得私藏弓弩、兵刃、甲胄。什么？不让有私兵？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危险我来平，敢私藏兵刃，我连你一起杀！违令者，抄家灭族！小侯爷，这手段真狠。
兵马的事说完了。接下来，咱们谈谈做生意的事儿。做生意？小侯爷，您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辽西穷啊，百姓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外面商队不愿来，物价奇高，所以我决定成立辽西商行，统筹粮店、布庄，组建商队去外地采购。您自己做就是了，跟我们说做甚？我曹峰不吃独食，诸位共同出资，赚了银子按出资比例分红。小侯爷，赚了怎么分？亏了算谁的？最重要的是，这商行谁做主？哈哈哈哈！问得好，我今天就定个新规矩：股东会议。股东出资100两为一股，总共1000股，10万两白银。出资人就是股东，有权查账监督。10万两，这可是天文数字。出资5000两以上，直接进入管理司。管理司设11个席位，遇事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。那这一下可就真的发财了。谁出钱多，谁说话就算数。算什么呀？我杨家出6000两现银，要一个管理司席位。杨老头，你抢什么？我镇元宝出5000两，我们出3000两。小侯爷，给我留点份额。大哥，10万两白银全凑齐了，商队随时可以出发。永豪，你现在是商行管理司司长，这第一趟货绝不能出岔子。放心，我带了300个民壮护卫，绝对万无一失。糊涂！辽西城外马贼山肥横行，他们早就盯上这块肥肉了。300新兵担子顶个屁用！那怎么办？这可是10万两的买卖啊！哼，唐昊。在，传我军令，让张虎臣率200县军营甲士，全副武装，随商队走一趟。用正规军护送商队？哼，我不仅要护商，还要立威。谁敢动我的货，我要他全寨死绝。家主，6000两现银啊，那可是咱们的血汗钱。我看这小侯爷就是借机搜刮。闭嘴，蠢货！本来就是，搞什么商行，不就是变着法子要钱吗？他手握重兵，要盯上咱们的银子，直接安个通敌罪名抄家不更方便？何必大费周折？家主，那他到底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图把我们和他彻底绑死。一起投了银子，有了利益牵扯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以后谁还敢背叛他？想划清界限都难了。他来辽西才多久？击溃叛军，肃清异堵，整合民壮，现在又搞商行，简单拿出来不算什么，可加在一起，这是治世之才。以他的手段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我们杨家总不能世世代代都窝在凌云堡这巴掌大的地方，跟着他有大造化啊！大哥，货都清点完毕，随时出发。永豪，记住，以后不仅是咱们的商队，凡是来辽西做生意的商队，只要愿意出银子，军队出人护送。用军队护商，这可是开先河啊！辽西要想繁荣，必须搞商业，没点雷霆手段，谁敢来做买卖？你这次出去，多招募木匠、铁匠、织布的手艺人，咱们不能什么都从外面买。辽西商行将来还要搞织布、印染、造纸作坊。大哥，你这是要造一个金山啊！去吧，谁敢拦路，格杀勿论。县军营护送商队出发。弟兄们，吞并赤虎部，咱们金虎部现在是白云县最大的势力，干了这碗酒！多亏族长英明，跟着小侯爷，咱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那是，我可是小侯爷亲封的第20路豪帅，这白云县以后我说了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怎么回事？族长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地袭，大批不明骑兵从西北方向杀来，黑压压一片，至少有数千人。什么？数千人？这不可能！大前境内哪来这么多骑兵？他们打着金帐汗国蓝部的旗号，见人就杀，外围的弟兄全死了。金帐汗国，完了！列阵，准备迎敌！诸位，若只是路过，我赠100头肥羊，交个朋友。朋友，你也配？哼！向天神起誓，归顺我宇文家，和前人划清界限，我饶你不死。我们是大前的臣民，你率兵过界，是想挑起两国大战吗？哼！大前，一群软脚虾，辽西早晚是我蓝部的牧场。族长，跟他们拼了！小侯爷会替我们做主的。小侯爷，曹峰算个什么东西？等我踏平了你们，再去砍了他的脑袋当夜壶。杀，一个不留！族长，顶不住了！停住！死战不退！放箭！把这些叛徒全宰了！兄弟，全死在这儿！必须把消息带给小侯爷。突围，往白云县撤！族长，全完了，咱们的牛羊、营地全没了。哭什么？只要人还在，金虎不就没我？宇文家欺人太甚，这笔血债必须血偿。可他们有几千铁骑，咱们拿什么报仇？去白云县找小侯爷，他立过规矩，谁敢动辽西的人，他绝不放过。他一定会替我们讨回公道。世子爷，大好消息！曹峰竟然派正规军护送他的私人商队，这是公器私用。好啊，这曹疯子终于露出马脚了。拿笔墨来，本世子要连夜写折子参他。这已经是第5封了，我看他怎么死。报！小侯爷突击巡视山字营，您擅离职守，限您移驻乡内，赶到教场。什么？他有病吧？快给我传讲，快点儿！吕指挥使，三令五慎，军官必须驻兵营。你数日不来点卯，可治罪。少拿军规压我！你自己住大宅子享清福，凭什么让我在兵营挨冷受冻？这不公平！你身为一营主将，连这点苦都吃不了。弟兄们，他曹峰就是个伪君子，凭什么他享福让我们受罪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主将不听军令，擅离职守，按律当如何？大军棍！你们放肆！我可是镇西侯世子，你们敢以下犯上！拖下去，打30军棍。行刑！曹峰，你敢打我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！以后再让我知道你写折子弹防我，我还打你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指挥使，金帐豪国宇文部出动3000铁骑突袭金虎部，阿古拉豪帅大败。胡人进犯，2000多胡人骑兵正朝我们白云县杀来，距离不足50里。2000铁骑，
我们中永营全是步兵，城墙还没修好，这怎么守？传我军令，全营立刻集合！是回事？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？带上所有粮草辎重，护送城内百姓，立刻撤出白云县！撤退！敌人还没到，我们就跑！小侯爷怪罪下来，谁担得起这临阵脱逃的死罪？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。现在硬拼就是送死。小侯爷若要降罪，我秦川一人砍头。现在马上撤！别杀我！救命啊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就是你们的大前军队，连个鬼影子都没了。曹峰手底下的兵不过是一群望风而逃的软骨头，不配做我们的对手。把这些两脚羊全给我绑了，带回去做奴隶。弟兄们，金帐汗国出兵了！曹峰那个蠢货已经带兵去前线送死了，现在的辽西城就是个空壳子。大当家，那咱们还等什么？辽西城里有堆积如山的粮食，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，还有水灵灵的娘们儿，打进去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抢粮、抢钱、抢娘们儿！曹峰要是能跪下叫我一声爹，我就留他个全尸。曹小侯爷竟然来了辽西，这帮蠢货根本不知道曹小侯爷的可怕，必须把消息送出去。曹小侯爷，我左某如今虽然是个通缉犯，但也是大钱的兵，绝不能让这帮畜生祸辽西。什么人敢擅闯辽西城？别动手，我是自己人。祖对付，你不是杀人逃亡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别废话，快带我去见小侯爷。各路马贼正朝辽山城集结，他们要趁城内空虚屠城抢掠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屠城？快去通报啊！小侯爷在哪儿？左对付，小侯爷昨天就率主力大军去增援白云县了，现在城里只有山子营的1000新兵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辽西城保不住。小侯爷，不能再急行军了，白云县危在旦夕，必须快。步军对阵胡人铁骑本就劣势，现在将士们体力透支，极易遭伏击。更何况辽神城仅留山字营1000新兵，万一被抄后路，全盘皆输。是我大意了，竟然犯了轻敌冒进的大忌。传令，全军就地休整，天亮再发。全军就地休整！全军就地休整！大哥，曹阳急信。怎么回事？大批马贼正朝辽县城集结，意图趁虚而入，是左斌拼死送出的情报。左斌，那个杀人逃亡的对付。他还活着。小侯爷，一个逃犯的话能信吗？万一是调虎离山，必须信。如果马贼打下辽西城，我们的粮草家眷全完了。若全军回撤，前线胡人必知我们后方起火，定会趁势夹击。分兵，分兵！我集结所有骑兵，连夜回援辽新城。你们率步军继续开往红河县。妙啊！步兵继续前进，胡人必会以为我们未察觉后方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这能给我们争取回援的时间。辽西城是大本营，绝不容有失。小侯爷，那左斌貌似报信，
因为他是我曹峰的兵，他绝不会骗我。陈大勇，我命令你让开，我要出城查探敌情。哼，赤兽探马自会查探，用不着吕指挥使亲力亲为。我是去搬救兵。救兵？城外马贼遍地，指挥使是想去给马贼通风报信吗？放肆！你再敢阻拦，便是违抗军令，我要斩了你！吕指挥使要想出城，除非从我陈大勇的尸体上踩过去。怎么回事？曹指挥，你来的正好。陈大勇意图谋反，不让我出城。吕指挥使不顾危险，亲自出城查探敌情，难能可贵。陈大勇，让开，不要阻拦吕指挥使。曹指挥，他这是临阵脱逃。我让你让开！听见没有？还不快滚开！曹指挥，你这是放虎归山！虎，他也配？城外马贼遍地，你觉得他跑得出去吗？他要是死在马贼手里才好。小侯爷，咱们这么跑了，万一曹峰回来，告我们一个临阵脱逃之罪，他这一次死定了。辽西城守不住，他就是天大的罪人。有绊马索！埋伏！有埋伏！弟兄们，大鱼上钩了，抓活的！抓活的！这小子穿的细皮嫩肉，肯定是个大官儿。小侯爷别怕，掉头回辽师城。小侯爷，救我！他是老子先看上的，放屁！滚开！走，趁现在冲过去！开门！快开城门！马贼追上来了！哎呦，这不是我们的吕指挥使吗？您不是出城探查敌情去了吗？这是怎么了？陈大勇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快开城救我啊！开城可以啊，不过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向吕指挥使借点银子花花。100两，我给你100两。你说什么？风太大，听不清啊。1000两，给你1000两，快开门！这还差不多。弟兄们，开城门，迎接咱们的吕指挥使挨拳！邓护卫，是我害了你啊！我对不住你啊！准备迎战！城头的人听着，我是黑云岭的乌鸦。黑云岭的乌鸦，他屠过3个村子，手上沾了几百条人命。黑云岭的乌鸦，他屠过3个村子，手上沾了几百条人命。城头的人听着，这几个月大雪封山，兄弟们快饿死了，特来向你们借500食粮、300匹粗布、300斤盐巴，还有1000两银子。我家小侯爷不在，你们改日再来。不借，信不信我黑云岭300多好汉现在就打进去，自己动手取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当我是夏大大？山字营跟着小侯爷在金营县杀了2000胡人，脑袋堆得跟小山一样。你们这300多人算个什么东西？有种的就尽管来！爷爷我正好手痒，拧下你们的脑袋当夜壶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城里的人听着，赶紧献出金银财宝，不然爷爷们踏平辽山城。若要借粮借布，门儿都没有；若要借些大粪，我这便给你们寻些热乎的来。陈督监，马贼攻城了，西门方向至少有600、700人。快躲起来！
狗粮养的马贼！曹指挥，北门的马贼队多，足足有2、3千人，他们搭了便桥，已经冲到护城河下了。众弩准备，瞄准那面大旗下的马贼，放！那是什么鬼东西？中弩，城头有中弩，快跑，快撤！辽西军万胜，山字营威武！再装填。干得好！去夺城门，放弟兄们进来。陈督监，不好了，西南角有马贼摸上城墙了！什么？猴子，30名弟兄跟我走，甲队民壮，跟上！一群废物！辽西城是我们的了！列阵，拱手，放箭！长矛，刺！辽西军的将士们，杀！想跑，晚了！马贼不过如此。滚！别碰我，疼死老子了！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？先生受惊了。将士们为守卫辽新城浴血奋战，你们是英雄，可你们现在对着救命的郎中发脾气，只会让人看轻你们。是想让全城百姓都看我们山字营的笑话吗？英雄会对自己人挥拳头吗？会对救命的郎中大吼大叫吗？俺错了。知道疼，知道怕，才是活生生的人。好好养伤，辽西的百姓还需要你们保护。去，把烧好的热水和饭食都拿进来，照顾好我们的英雄。不想死的都给老子滚开！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！住手！小娘子，想多管闲事儿，也不看看老子手里的家伙认不认人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现在马贼就是王法！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收拾！来人啊，有地痞当街杀人劫财，找死！别让他们跑了！让你别逞强，疼不疼？不疼，宁姐，我抓到他了。将士们在城头为我们流血，你们却在城里对自己人下手。姑娘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李姑娘，如何处置？这种败类，留着也是祸害。你要杀我们？可这……有人若是过问，我一力承担。行刑！好！小侯爷，城里怎么样了？辽氏城还在我们手里，山字营守住了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郑国公派来的神武军飞骑营3000精锐骑兵已经到了，领兵的是左郎将周正义。周叔来了，快带我去见他。周叔，您可算来了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要不是我爹不同意，我都要拜您为义父了。少给我戴高帽！你小子一封求援信
就把我从辽州调这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嘿嘿，这不是情况紧急吗？周叔，马贼把辽西城围了，我得请您帮我把他们一锅端了。哦，你有什么主意？这些马贼贪生怕死，又互不同属，咱们分头出击，把他们从各个方向往中间赶，逼进预设的口袋里，然后请君入瓮，一网打尽。好小子，够狠！功劳都是您的，缴获咱们再商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些马贼遇到你，算他们倒霉。放！萧启颖，为我冲锋！杀！是辽西军，他们的援军回来了！快跑啊！官军杀过来了！快跑啊！援军，是我们的援军，萧启颖杀回来了！我们有救了！辽水城保住了！周叔，鱼儿都进网了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传我军令，各部出动，绞杀马贼，一个不留。怎么这么多官军？弟兄们，跟我杀出一条血路！穿插切割，跟他们拼了！这才是真正的精锐。岂有此理！进帐韩国竟敢悍然出兵，侵我辽西，屠我百姓！来人！陛下，速召内阁重臣来此议事。朕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大钱的土地不是谁都能来踩一脚的。陛下，金帐号国欺人太甚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微臣恳请皇上下旨，调兵出战，一雪前耻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出兵。好，传朕旨意，着礼部立刻发文，要求金帐豪国退兵赔偿，令传旨边境各军随时准备讨伐。朕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大钱的土地不是谁都能来踩一脚的。岳丈，我二哥他要去领兵了，我们打不赢的。大钱跟金帐韩国打了这么多年，哪次赢过？刘殿下急什么？让他去，让他去立了战功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战功？殿下，我大钱与金战神国交战，何曾有过胜绩？二殿下领兵出征，若是大败而归，他这辈子就再也别想那个位子了。岳丈高见。他现在跳得越高，到时候就摔得越惨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只需耐心等待大军战败的消息传来，到时候还能把那个曹峰推出去，当个替罪羊。弓弩准备。
放箭！清廉缴获，安顿百姓。我们继续。将军，为何放走那几人？鱼饵已经撒下，全军埋伏。人呢？我们的人在哪儿？放箭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快撤！步军合围，一个不留！关旗长，那些马贼不堪大用，已经溃散了，而且大前的3000精锐骑兵已经抵达辽西。万骑长，看来我们已经失去了吞并辽西的机会了。你的意思是？万骑长，大前援军已到，我军不宜久战，不如假意撤退。撤退！命少族长押送物资先行，引诱曹峰追击。我们在半路设伏，以逸待劳，一举歼灭他们的骑兵。好计！打断他们的腿，看他们还怎么追！父亲，我在白云县附近发现前国溃兵，他们区溃兵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用得着你大惊小怪？多跟你大哥学学。父亲，什么时候动手？我的大刀早就渴了。哼哼，何儿，押送物资的任务就交给你。山，去挑几个好看的前国女人，洗干净了送到我帐篷里来。是，大哥。小侯爷，兵部800里加急公文。周叔，你看，朝廷要跟金赵韩国干到底了。二皇子出任北方5州兵马使，咱们皇上圣明啊！哼，帝京几千里地，你说1万个他也听不到。这下咱们有兵有粮，看那帮虎狗还怎么嚣张！你跟二皇子走得这么近，他这是场豪赌。要是赌输了，你就是第一个替罪羊。报小侯爷，胡人主力已携带大量俘获向西北方向撤退。他们跑了？追！全军听令，追！绝不能让他们把我们的百姓带走！啊！胡人骑兵！中计了！他们是以逸待劳，我的飞骑营还没准备好。等不及了，再等下去，所有人都要死！李指挥使，咱们先上去缠住他们，为飞骑营争取时间。遵命。骁骑营，随我进攻！不怕死的，跟我上！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一个！黑鹰部的冲！
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飞骑营出击！轰散他们！小侯爷，你看，虎口被冲垮了。这是大钱的兵，怎么可能？撤！鸣金，全军撤退！穷寇莫追，全军休整！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有你爹当年的风范，曹家的种没孬的。周叔，您就别夸我了。方才胡人冲到我面前时，我腿都软了，差点尿裤子。报告将军，此战我军阵斩胡人1500余，俘虏200，但豪帅慕容睿亲卫唐昊阵亡，杨兴豪帅重伤，骁骑营伤亡过半。怎么，打了胜仗还这副死人脸？周叔，这一仗是我冒进了，要不是飞骑营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哼，现在知道了，冲在第一个，很威风是吧？你死了，谁来指挥？让弟兄们给你陪葬吗？小侯爷，秦川将军带着重勇营回来了。末将弃守白云县，罪该万死，请小侯爷治罪。治罪？你保全2000将士，在敌后斩敌4、500，救回我大钱百姓。秦川，你有什么罪？你有大功。小侯爷威武！好样的！左斌，你冒死送出消息，救了辽帅城1城百姓。小侯爷，我左斌有罪。我说过，你是我曹峰的兵，你的通缉令我会想办法。小侯爷，以后好好活着，好好做事。朝廷要跟金帐汗国全面开战，二皇子当了兵马使，小子，这可是一场豪赌。毕竟你现在明面上是二皇子的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多谢周叔提点。3000精锐，竟被前人打得如此狼狈。万骑长，大前皇帝派了二皇子做武州兵马使，各路大军正向边境集结。他们是要全面开战？看样子是的。好，好得很！来人，立刻传令，告诉蓝布王爷，大钱要打过来了，让各部集结兵马。小侯爷，你先走。唐昊大哥，你一路走好。
他日，我定提着宇文部族长的头颅来祭奠你的在天之灵。报，小侯爷，有一股胡人骑兵杀回来了。多少人？从哪个方向来的？500-600骑，正径直朝我们而来。马上派巡哨巡哨，各分方向加强警戒，悄悄叫醒弟兄们集结，不要声张。是。听到了，周叔，我怕是诈计，那就将计就计。你的兵马在营谋制设绊马索，吸引胡人。我带飞骑营从侧后方出去，在外边埋伏。好，待胡人杀进来，你正面顶住，我从侧翼包抄，全歼他们。咱们也算同生共死的袍佐了。打完这仗，好好喝几杯。太嚣张了！我们是宇文部的人，我们要见曹峰小侯爷。小侯爷，他们说的是我大前官话，不像胡人，不如我去接触一下，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先生当心，站在1箭之地外，注意冷箭。明白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我们是宇文部掳走的大钱百姓，趁着看管松懈，擒了宇文耀的小儿子宇文山，连夜逃回来投奔曹小侯爷。小侯爷，他们自称是逃归的奴隶，有400-500人。他们还说擒了宇文耀的小儿子宇文山。宇文山？正是。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何打着火把大张旗鼓而来，生怕我们发现不了。可万一是诈降，与胡人里应外合呢？我不能拿弟兄们的性命冒险。传我命令，让他们先把宇文山押送过来，然后所有人缴械，徒手去那边的空地等待核查身份。照做则接纳庇护，不照做，乱箭射杀。什么？让我们缴械？我们不是胡人，我们拼死逃回大前，竟被自己人用弓弩对着。这世道，我们一缴械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，万一他们杀良冒功怎么办？我不干，大不了换个地方投奔。都给我住口！曹侯爷光明磊落，我相信他儿子也一样。弟兄们九死一生逃回来，几十个兄弟还重伤等着救治，咱们总要信一回。不好！大伙不要妄动，以免误会。我是孟学文，你们若真是大钱百姓，当听说过我的名字。我以我的人品保证，只要尔等不是诈降，曹小侯爷绝不伤害你们分毫。孟大人，真是辽西那个好官孟学文。我们凭什么信你？我以我孟家3代清明担保，只要尔等不是诈降，我保你们安然无恙。我叫王大树，辽西木马县人士。若你们确为大钱子民，我们自当庇护。小侯爷，我们有几十个弟兄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，求您马上安排军医救人，再准备热饭热水。是。
小侯爷，478人的姓名、籍贯、家人，我都连夜登记造册了，只需派人去各村镇核实，便知真伪。有孟先生在，我省心不少。快去歇着吧。分内之事，这400-500人熟悉胡人战法，又精于骑术，萧齐营的缺额有着落了。他们对胡人恨之入骨，必是悍不畏死的精兵。有敌人！我派出去的斥候全死了。哈哈哈！宇文部的崽子们，爷爷们来了！区几十个舔狗，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找死！少组长，冷静，小心有诈，他们是故意引我们出去。诈！就这几十个人，能有什么诈？他们若是要引开我们，好袭击车队怎么办？你带200人去，把他们的脑袋给我提回来。是，少组长。弟兄们，撤呼！一群丧家之犬，给我追，一个不留！该死的，还敢分兵，给我分头追！别管那些散兵，所有人都跟我追那个领头的，我就不信追不上他。追吧，追得越深，死得越快。不好，有埋伏！快撤！快撤！清点战场。报告指挥使，此战我军0伤亡。不可一世的胡人也不过如此。啊！该死的舔狗！你们彻底激怒我了！少组长，不能去啊！这是陷阱，他们就等着您去啊！哼！给我滚！少组长，所有人跟我杀！我要将他们剁成肉酱！撤退！该死的舔狗！有种别跑！我要将你们剁了喂狗！完了，少组长不听劝，完了。停下！有陷阱！撤退！沿原路回撤！胡狗，哪里跑？杀！少组长，少组长死了！快跑啊！宇文部主力未损，秦川孤军守城，怕是顶不住。我们必须立刻出兵。报，小侯爷，白云县大捷！你说什么？钟有营秦指挥使在敌后作战，大小30余战，歼敌近千。就在前日，他夜袭夺回了白云县，全歼了城内留守的胡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设伏全歼了宇文和押送强粮的车队，把被掠的百姓和财物全都夺回来了。
不过宇文耀得知宇文和死在秦指挥使手中，正率大军攻打白云县。什么？我儿死了，钱粮也没了，我要用全城人的血来祭奠他！给我攻！虎狗又上来了，还能动弹的弟兄，准备迎战！为什么不攻了？他们是不是在等我们断气？援军再不来，我们就……援军！我们的援军到了！是辽西军和申卫军！是小侯爷，小侯爷带兵来救我们了！我们有救了，不用死了！钟永营指挥使秦川拜见小侯爷，末将不负众望，成功夺回白云县城。曹峰小儿，他以为来了2000援军就能吓退我，做梦！万骑长，我们再攻一次，定能踏平白云县，为少族长报仇。万骑长，不可！范正文，你还敢说话？你是不是替曹峰当说客来了？万骑长息怒，曹峰他提出了交换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要我们立刻退兵，并释放所有掳来的大钱奴隶。作为交换，他放回二公子。然而，万骑长，万万不可！我们怎能受此噎胁？万骑长，大公子已经没了，二公子是您唯一的血脉了呀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那些奴隶本就是累赘，不如换回二公子，稳定军心要紧。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现在追上去，定能将他们全歼。周叔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这种吃亏的买卖，咱们不干。可是这口气，你看，我们用一个胡人小子换回几百个大钱子民，他们回到辽西就是我们的兵源，我们的劳力。宇文耀没了他们，战力大减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我们赚了。小侯爷，胡人走了，可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。是啊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春耕已误，再不想办法，马上就是粮荒。流民四起，比胡人还难对付。打仗我拿手，可这治理地方……小侯爷，当务之急有2件事必须马上做。哪2件？说。小侯爷，胡人是退了，可真正的危难才刚刚开始。先生请讲。第一，军备，胡人睚眦必报，秋后必定卷土重来，我们必须立刻整顿兵马，加固城防，修建烽火台预警。第二，民生，春耕已误，百姓颗粒无收，若不尽快补种晚熟作物，不出3月，辽西必生大饥荒。届时流民四起，便是心腹大患。打仗我拿手，可这治理地方……孟先生，辽西的军政事务，从今天起你全权代管。小侯爷，这不合规矩，我无官无职。规矩，我的话就是规矩，你只管放手去做，所有公文都以我辽西军的名义下发，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。小侯爷，半年，我只要你半年时间，让辽西人人有饭吃，
有衣穿，有地种，学文万死不辞。但我一人之力恐难撑起大局，我需要人手。军中将算，地方豪绅，你看中谁，只可用。你认识的读书人，只要有才，一并请来，我给他官做。婴儿，此番让你领兵出征，你可知朕的深意？儿臣愚钝，只知父皇要一雪前耻，扬我大前国威。雪耻是，但更是为了试探。朕要看看这不可一世的金帐汗国究竟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。其二是练兵，朕将各路精兵都交给你，就是要他们在战场上磨合，学会协同作战，为将来真正的灭国之战做准备。灭国之战。其三是历练你，你想当太子，就必须有战功压得住人。你不懂兵事，将来那些骄兵悍将就会糊弄你，这江山你坐不稳。儿臣明白了，但你记住，打不过就退回来，败了不丢人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总有一日，朕要亲手踏平草原，一雪前耻。皇上，辽州来的战报。什么？可是辽西失守了？曹峰那小子顶不住了？不是，皇上，辽西没有失守。那是什么？镇北侯世子曹峰联手神武军，在白云县大破胡人，斩敌数千，胡人主力狼狈逃窜，是辽西大捷呀！哈哈哈哈！好啊！朕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看看，此子在帝京时顽劣不堪，臭名远扬，这才去了军中多久？不到1年，竟连战连捷，打得金帐王国的胡人落荒而逃。父皇慧眼识珠，曹峰此番立下不世之功，儿臣为他感到高兴。果真是玉不琢不成器。魏公公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论功行赏，曹峰和周正义都要重赏。另将辽西大捷的战报通传各州府各军镇，朕要让全天下的军民都知道，胡人不是不可战胜的。这，来，婴儿，陪朕痛饮一杯，为我大前贺，为曹峰贺。这酒清澈如水，朕以前从未见过。回皇上，此乃辽西酒，正是那曹峰小侯爷孝敬您的。此酒酿造不易，1月仅得100坛，清冽醇香，乃天下1等1的美酒。酒，好酒啊！此子不仅能打仗，还会酿酒，真是个福将！哈哈哈哈。当家的，别找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还有2件嫁妆衣裳，拿去当了换些粮食吧。我们先搭个草棚住下。是我没本事，我没本事，让你们跟着我受苦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比起那些死在山匪手里的乡亲，咱们一家还能团聚，已经是万幸了。咱家就剩这几两银子了，你借给周纯刚，我们娘俩吃什么？喝西北风啊！刚子家遭了难，锅都揭不开了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哎，刚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魏涛，我不能要。你拿我当不当朋友？拿着，这年头谁都不容易，就得互相帮衬着。魏涛，等我手头宽裕了，一定加倍还你。刚子，刚子，大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
你还记得孟先生吗？教过我们的孟学文先生。当然记得。他现在是镇北侯世子曹峰手下的首席幕僚，他在白云县招揽人手。他邀请我们去给他当差，管吃管住，每月还有1两银子的月钱。魏涛，你看，这里简直像换了个新天地。是啊，看来孟先生所言不虚，我们来对地方了。站住！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干什么的？俊爷，行个方便，我们是来投奔孟学文先生的。收回去，我们辽西军不行这个。俊爷，您看，你想害我不成？我家小侯爷有令，谁敢索要百姓钱财，哪只手拿的就剁哪只手。现在老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不然就按胡人探计论处。小的2个是收到孟学文先生的招揽之书，来投奔孟学文先生的。进去吧，县衙就在主街尽头。哎，多谢。我的天，以前的官比马贼搜刮的还厉害，这辽西军竟然分文不缺，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。治军如此严明，这位曹峰小侯爷是个人物。小侯爷还在为人才考试的事情烦心。考试的事情有您在，我不担心。我想的是，胡人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必定会卷土重来。我们有奸臣，有精兵，还有小侯爷你在，定能守住辽西。守？孟先生，我们不能只想着守。大钱与金帐汗国积怨100年，朝廷大军即将出征，但他们从未赢过。我们必须做好准备，做好守住辽西的准备。不是打过去的准备。哼，你们2个乡巴佬也想来攀高枝？别惹事儿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穷酸样，赶紧回家种地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放心，我爹早就给孟大人打点好了，这次的差事我10拿9稳。放榜了！有了，刚子，我通过了。我也通过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没有我？不可能，我爹明明打过招呼了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凡上榜之人，即刻进入县衙，听候小侯爷差遣。小侯爷到！我的天，这位就是打得胡人落荒而逃的小侯爷，可他这也太年轻了吧！首先恭喜诸位通过了考教，300-400人里只录了50人，你们是幸运儿。我希望诸位能勤勉办差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我等定当尽心竭力，为小侯爷效死！为小侯爷效死！很好，你们知道我曹峰是镇北侯世子，辽西军中郎将，我能直接向皇上上折子。辽西各县奇缺官员，外面的那些官老爷嫌这里是边境荒野，没人愿意来。只要你们办差能做出功绩，我曹峰亲自向朝廷、向皇上举荐你们，让你们到各衙门任职。机会给到你们了，能不能抓住，看你们自己的本事。刚子，你听见没？咱们也能当官了！小侯爷给了我们改天换命的机会，我们必须死死抓住。这50人你手把手的教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懂，
你灌输什么，他们就学什么，比那些油滑的老官吏好用得多。属下明白，但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先集中整训10天，让他们搞清楚要做什么，怎么做。这是我这几天写的一本治理办法。这小侯爷竟然文武全才。出了什么事？一切由我担着。第一，剿匪肃霸，我给你300将士派驻每县，谁敢作乱，就地格杀。是。第二，以工代敬，修路、修城、修水渠，只要肯干活，就管他2顿饱饭，让流民变成我们的民夫。第三，建立保甲制，10户为1甲，100户为1保，一家有异动，邻里皆知。我要让那些山匪马匪在辽西无处遁形。第四，清账田亩，把那些被豪强吞掉的土地给我一寸一寸挖出来，该分给百姓的就分，土地不够就开荒。辽西有桑干河，不缺水源。总而言之，就4个字：以民为重。他们干的所有事都必须有利于百姓，干好了重赏，干不好马上换人。小侯爷，您不仅会打仗，这治理之策学问闻所未闻，实在是……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辽西不能再有一个人饿死、讨饭。都记清楚了。以工代增，保甲连锁，清减田亩，这些都是小侯爷的治世良方，是你们以后安身立命的本事。刚子，这些东西我以前听都没听过，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竟不如小侯爷这本薄薄的册子管用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。圣旨到，镇北侯世子曹峰跪接圣旨。臣曹峰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侯世子曹峰忠勇果毅，屡破强敌，扬我国威，今特擢升为辽西经略使，总管辽西军政要务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呦，恭喜小侯爷，贺喜小侯爷！您这般年轻的经略使，在我大前可是独一份啊！胜券正浓，前途无量啊！公公，请用茶。小侯爷客气了。哎呀，小侯爷，这怎么使得？咱家是为皇上办事，不敢收礼。公公是为皇上办，我孝敬公公，也是孝敬皇上。我远在辽西，消息闭塞，若帝京有人在皇上面前弹劾我，重伤我，还请公公能替我美言几句。好说，好说，小侯爷但请放心，您是国之栋梁，谁敢重伤您，咱家第一个不答应。现在你让我下跪接旨，等我强大到足以分庭抗礼时，谁接谁的旨还不一定。侯爷来了，小侯爷威武！诸位将士，诸位父老乡亲，这几个月，辽西黑云压城，烽火连天，幸有将士浴血厮杀，豪帅领兵戡乱，百姓大力支持，我们才击退了敌人，稳住了辽西。今日，我们共庆辽西大捷，杀猪宰羊，论功行赏。忠勇营指挥使秦川。秦川智勇双全，大小30余战，斩敌1800余，更于阵前斩杀宇文部少族长宇文和，功勋博著，今特擢升辽西军都指挥使。我的天，老秦这是
这是要封帅了。没有小侯爷，就没有我秦川的今日。我秦川愿为小侯爷誓死追随。自家兄弟说这些做什么？区区一个都指挥使算什么？跟着我，咱们以后要争取出将入相，名留青史。老秦这回可发达了，我怎么就没这运气？以后得改口叫秦将军了。回头让他请咱们喝辽西酒，听曲儿，不请不够意思。小侯爷威武！小侯爷万岁！朝廷名额有限，但还有许多将士同样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接下来我念到名字的上台领赏。小侯爷，这是给我的。没错，唯有斩首5颗以上者，才有资格穿着白虎军衣，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希望你们上阵后奋勇杀敌，不要玷污了他。多谢小侯爷，末将愿为小侯爷效死。封赏完了，接下来是大练兵。小侯爷有何打算？我要搞一个军官轮训队，把各级军官从指挥使到队正全部集中起来，整训1个月。轮训队？他们会冲锋陷阵，但不会带兵，安营扎寨、排兵布阵、管理士兵吃喝拉拉，他们一窍不通。光会拼命的军队是打不了大仗的。1、2、1、1、2、1，跟上！完了，轮训第1天就迟到。吕健，站住！小侯爷，我睡过头了。你是山字营指挥使，统兵大将，第1天就如此懒散，以后怎么带兵打仗？我错了，小侯爷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这次能不能不罚？哼，军中无戏言，赏罚分明，谁也不能例外。但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他一个人迟到，所有人一起受罚，全体都有，加跑10圈。他娘的，凭什么他迟到，老子跟着受罚？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我要死了！超哥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告你黑状了。什么？你又去告我黑状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借我100个蛋我也不敢啊！我的天，小侯爷跑了10几圈，跟没事人一样，真厉害！是啊，人家是侯爷世子，都不怕吃苦，咱们还有什么资格偷懒？跟着这样的主帅是咱们的福气。都坐下，上课。知道为什么一大早要让你们跑操吗？这不仅仅是强身健体，最重要的是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：你们领兵打仗的第一要诀是2个字。你们领兵打仗的第一要诀是2个字：知己。你们出行骑马乘车，底下的将士呢，大多是徒步。
你们下令一口气行军50里，将士们累得刀都拎不动，还怎么上阵杀敌？所以，我命令你们每隔1月必须和手下将士同吃同住3天，去亲自了解他们的体能、他们的士气，他们有什么困难，不然下面的人专挑好的说，你被蒙在鼓里会误大事。第二个问题更重要，我们为什么打仗？为谁打仗？为朝廷，为军饷。大多数将士就是为了吃粮当兵，打赢了有缴获，打输了就丢命，所以形势一不对，他们就跑，这就是大前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。但我们辽西军不一样，我们是为了自己打，为了身后的妻儿老小打。吴人来了，抢粮食，抢女人，我们要是退了，家园就要被烧杀抢掠，我们的老婆孩子就要去逃难，去讨饭，去受人白眼，你们忍心吗？不能，不能！所以，我们是保境哀民，为自己而战，为家乡父老而战。再说军纪，为什么要秋毫无犯？别的军队进村，欺男霸女，鸡飞狗跳，百姓不骂娘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帮你？胡人来了，百姓宁可各自逃命，也不给官军通风报信，巴不得胡人把欺负他们的官军给杀了。可如果我们军纪严明，百姓就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，胡人稍有变动就有人报信，将士受伤了，百姓帮着抬，军民一心，何惧胡人？半月前，我还穷困潦倒，借钱度日。如今，我是小侯爷亲命的代县丞。哎，大人，这边，大人这边请，哎，这边请。刚子，我的好孙儿，你可算出人头地了！快，族里给你腾了最好的院子，咱们先进城去祠堂祭祖。周县长，您小时候我还抱过您呢。是啊。今后我们长衡县可就全仰仗您了。族长爷爷，求您了，那是我爹娘唯一的田，不能卖啊！滚！你爹死了，这田就该归族里。给你3两银子，是看得起你。饭不吃了，祠堂也不去了。周成刚，你当了官，连祖宗都不要了。我能当上这个县丞，不是靠祖宗显灵。进城，去县衙。反了！这小畜生！来人！大人，请吩咐，去把城东的刘大麻子给我抓来。是。压大压小！刘大麻子在哪儿？别打了！这不是那个穷秀才吗？他怎么当官了？周县丞，我有罪，我交代，我全都交代。说。只是这里人多眼杂，可否容我单独跟您说？你在教本官做事？在白云县集训时，孟先生早就教过，绝不能给犯人任何私下交易的机会。看来不动刑，你是不会说实话了。拖下去！大人饶命！大人！说不说？啊！
别打了，我全都说，我都说。好，很好。来人，按照这份名单，立刻抓人。周县城，这名单上的周青是小侯爷亲封的36路豪帅之一，手下有200-300号人马。我们这么突然去抓，胆敢包庇叛逆，就是谋逆。小侯爷那边，我自会去解释。可万一周青他们拒不反抗，你们手里的刀子是烧火棍吗？谁敢反抗，一律抓了；谁敢动刀，形同谋逆，可先斩后奏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周县城，不好了！城外来了好几10号人，都是那些被抓的豪族家眷。他们说要去找小侯爷告您的状。告状？是啊，他们还说您滥用私刑，屈打成招，还有人在暗中煽动百姓，说您要让长衡县大乱，要搞民变。哼，他们要告就让他们告去，我倒要看看小侯爷是信他们还是信我。诸位，兵贵神速，战机稍纵即逝。将军，北县急报。行了，今日授课到此为止，都回去把今天讲的给我背熟。明日我亲自抽考，默写不出来的，全体到烈日下站1个时辰。秦川、李破甲，你们2个留下。出事了。小侯爷，方才骁骑营操练，王大树那帮归附的将士和原来的兵打起来了。对正张毅偏袒自己人，惩罚了王大树的弟兄，这才起了冲突。现在王大树带着他那几百号人直接离营出走了。小侯爷，是我御下不严，请小侯爷治罪。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，王大树他们是什么人？是被胡人欺压、九死一生才逃回来的汉子。我们再欺负他们，他们只会彻底心寒。他们妻儿老小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本就是可怜人。我们若看不起他们，如何让他们死心塌地为我们卖命？小侯爷，我有错，我承认，我从心底里确实对他们这些曾给胡人效力的人有些轻视，才影响了下面的人。张毅必须罚，但不能硬来，要让他自己站出来，主动认错，主动请求责罚，这样其他将士才不会有怨言。王大树那边，秦川，你亲自去一趟。是。记住，以诚待人，无论如何把他们给我劝回来。你若劝不住，我再亲自出马。大哥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要不去虎啸岭当山大王算了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对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不受那份鸟气儿。有人追上来了！按照辽西军军法，擅自离营等同逃兵，是要掉脑袋的。肯定是曹峰派兵来追杀我们了。不要放箭！我是秦川。放下弓！王兄弟，你们这脚程可真快，我险些就追不上了。秦都指挥使，你是小侯爷派来劝我们回去的吧？不必了，请回吧。小侯爷说了，你们大老远来投奔，是瞧得起他。御下不言让你们受了委屈，他心里不好受。你们要走，他不强留，但请稍等片刻，
他已吩咐人备好钱粮，让你们拿足了盘缠再上路。送钱粮？是啊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当不成并肩作战的弟兄，那还是朋友吗？山水有相逢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，能带着这么多弟兄从胡人手里逃出来，那是有血性的汉子。可惜了，小侯爷还说要找机会让你当骁骑营的指挥呢。兄弟，你为自己想，也要为几百号弟兄想。你们没钱没粮，能去哪儿？落草为寇。辽西军上万兵马不是吃素的，不出几年，你们就会在颠沛流离中消亡。你忍心吗？小侯爷，我王大树违反军法，甘愿受罚。哈哈哈哈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回来了就还是一家人。跑了半天，饭都没吃吧？我已经吩咐人宰了50头羊，今晚不醉不归。这里才是家。王兄弟，先前是我不对，我有失公允，我认罚。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小侯爷赏罚分明，我王大树服了。小侯爷要我跪着死，我王大树绝不站着生。王兄弟，你手下这些弟兄个个弓马娴熟，能不能分派到各队去，手把手教教咱们原来的人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谁不听话，我抽他。王兄弟，醒了。秦都指挥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此番前来，是奉小侯爷之命，对骁骑营进行重新整编。编？是啊，你昨晚亲口答应，要把你的弟兄们全部打散，分到各队去。我说过这话？说过呀。你还说你想当骁骑营指挥，小侯爷已经答应了，一大早派快马飞报朝廷了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哪有反悔的道理？走。好。诸位弟兄，整编后身边都是不熟悉的人，我能理解。可1年后、2年后呢？你们一起操练，并肩杀敌，不熟悉的也会变成熟悉的弟兄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你们认识的朋友多了，以后路才好走。日后解甲归田，行至他乡，也能到老友家叙旧，岂不美哉？顾延腾、阿古拉、慕容月和王大树等人也要陆续调离骁骑营，彻底消除小山头，但不能操之过急，徐徐图之。谁再敢私下串联拉增兵马，杀！军爷，这是我的介绍信，我们奉镇北侯曹镇侯爷之命，特来相助小侯爷。我辽西军没有收孝敬的规矩，银子请收回。这不是孝敬。再三行论，信不信我拿你下狱？辽西军秋毫无犯，名不虚传，佩服佩服。奉老侯爷之命，特来相助小侯爷。其他人不愿来，我们主动申请。愿从刀比利做起，请小侯爷给我们一个机会。你们远道而来，本侯欢迎，但辽西百废待兴，没有闲职。暂以我私人幕僚的身份听差，月俸1两银子。待日后立下功绩，再论功行赏，安排合适的位子。永武，带先生们去住处安顿。是，诸位先生，请随我来。诸位先生，眼下条件简陋，只能暂且挤一挤，待新营房修好，再为大家安排。这地方也能住人，跟狗窝有什么区别？这是打发叫花子呢。哼，我们千里迢迢从并州赶来，不是来住狗窝的。
小侯爷这是什么意思？别说设宴接风，连个一官半职都舍不得给。就是，把咱们当什么了？热脸贴了冷屁股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走。童去，童去！哎，诸位兄台，来都来了，由他们去，眼高手低之辈走了，咱们耳根子也清净。秦川都指挥使跟着小侯爷不到1年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小侯爷不看出身，只看本事。他若一上来就给我们高官厚禄，那才叫不靠谱。对对，陆兄说的对，来都来了，先住下再说嘛。小侯爷走了一大半，哼，不出所料，留下的人是什么态度？回小侯爷，他们毫无怨言，已经自己动手把院子打扫干净了。去告诉他们，真心为我效力，我绝不会亏待。再取一坛辽西酒，我亲自去给他们接风。是。小侯爷，不好了！说。外面来了100-200号人，都是从长衡县来的。他们说要状告县丞周纯刚，说他栽赃陷害，滥用刑法。周纯刚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小侯爷，您不能出去，您一出去就落入圈套了。他们要您惩治周纯刚，您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您若答应，万一周纯刚是被冤枉的，您就寒了忠臣的心；您若不答应，就是与民为敌，他们更要闹事，到时候您进退两难，怎么办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请小侯爷在此稍后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兄台，劳驾，帮我搬把椅子来。是。小侯爷去红河县巡视了。我乃小侯爷麾下首席幕僚陆一舟，尔等有何冤屈，但说无妨。陆大人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长衡县的县丞周纯刚，他是个酷吏，他滥用私刑，屈打成招，已经有人死在牢里了。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如此恶徒！诸位乡亲放心，周纯刚此人肆意妄为，我京律府必将严惩，绝不姑息。我即刻就上报小侯爷，派人彻查此事，若有冤情，定给你们一个公道。陆大人是青天大老爷！首席幕僚陆一舟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事急从权，长衡县的事还没查清楚，你就敢公然承诺要严惩周纯刚？万一他没做错呢？你让我如何自处？岂不是让真正为我办事的人心寒？小侯爷，安抚百姓只是托词，那周纯刚呢？若他无错，便名义上将他免职，给百姓一个交代，暗地里调往别处，官升一级。如此一来，百姓感激您，周纯刚也得了实惠，岂不两全其美？若派你去长衡县处理此事，你待如何？我会大张旗鼓出发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去查案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会走得很慢，同时派一匹快马星夜兼程，先去给周县城送一道密令。什么密令？该杀的赶紧杀，别留活口。等他杀完了，我再去给他善后。怎么回事啊？签字画押，罪行确凿。大人，那我们派一匹快马，立刻去长衡县。是，告诉周纯刚，不必再审了，粮食宝贵，别浪费在死人身上。属下明白了。周纯刚是刀，
我就是俏，这出戏得唱得漂亮。周纯刚，你不得好死！特使大人马上就到了，你死定了！周县城好样的，杀了这些畜生！他们鱼肉乡里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该杀！谁在乱喊？不想活了？时辰已到，验明正身，出斩！继续，一个不留！立即查抄所有罪犯家产充公，但凡有牵连之人，严加审问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陆大人，这是查抄清单，白银75320两，黄金3500两，还有数不清的珠宝玉器。最多的还是土地，这些年他们疯狂买房置地。周县城，辛苦了。不过你这个县城恐怕是当到头了。这是为了保护你，但是这些金银财宝和土地也不能还给那些人。陆大人，既然周纯刚的酷吏被免了，我们被查抄的家产是不是该还给我们了？哎呀，诸位，这事儿说来惭愧啊，昨夜衙门遭了毛贼，库房被洗劫一空，几万两白银还有那些金银财宝全被偷了。什么？偷了？开什么玩笑！县衙种地，几万两银子说偷就偷了。本官也觉得匪夷所思，人人实在胆大包天，目前正在全力追查，诸位请回府静候佳音吧。那我们的地契呢？地契总没丢吧？哎呀，你瞧我这记性，地契也一并被偷了。如今土地无主，按我大周律法，当分配给无地百姓耕种。来人，立刻张贴分地告示，让全县百姓都知道这个好消息。分地了！官府要给我们分地了！我们有自己的地了！苍天有眼啊！你比周纯刚还坏！他杀人，你分东西，你们都不是好鸟！本官一心为民，何出此言？周纯刚滥杀，我已上报小侯爷将他免职。如今为百姓分地，更是天大的善政。走，我们去白云县去告御状！我就不信小侯爷也跟你是一丘之貉！属下在长衡县手段过激，给小侯爷惹了天大的麻烦，请小侯爷治罪。在我跟前就别装胆小了，你在长衡县做的事儿，人家都叫你周阎王了，威风的很啊。你的县处之职是免了，但我曹峰从不亏待真心为我办事的人，我要派你去干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屯田。屯田？桑干河两岸土壤肥沃，水源充沛，只要把荒地开垦出来，用不了1-2年，我辽西百姓的粮食就能自给自足，再也不会有人饿死。你去就当这个屯田使，全权负责此事。周纯刚杀了那么多人，不仅没法，反而升官了。月俸5两，比咱们还多。小侯爷这是在给咱们指路啊！来人，张贴告示，严查叛地余党，但凡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，有一个抓一个。小侯爷，属下这就去桑丹河赴任。差事办好了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我周纯刚的命是小侯爷给的，愿为小侯爷效死。若我让你去送死呢？那属下就去死，只求小侯爷能照顾好我的妻儿，
我死而无憾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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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去吧，辽西的粮仓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家主，大哥，不好了！五弟，慌什么？我小舅子张春被县城魏涛给抓了，说他勾结叛逆，明日就要在县门口问斩。我去找了那魏涛，提了咱们杨家的名号，他根本不理。家主，张家就他一个独苗，我家那口子都哭晕过去了，你快出面救救他吧！这事儿我们杨家管不了。什么？管不了？他既然犯了杀头的罪，那就该他一力承担。我相信小侯爷治下，官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家主，我们杨家帮小侯爷打下辽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他现在只是过河拆桥，今天他敢杀张春，明天就敢动我们杨家。你懂什么？小侯爷手握上万大军，真要对付我们，需要这么拐弯抹角吗？张春咎由自取，我们杨家绝不能趟这浑水。来人，笔墨伺候。家主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给小侯爷写信，表明我们杨家的态度。你要去求情？哼，求情？我不仅不会救张春，我还要把族里那些仗着杨家名号作恶的子弟亲手绑了，送到官府去。我们杨家与小侯爷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谁想给他拆台，就是给我们杨家挖坟。好一个深明大义的杨鹤！小侯爷，何事如此高兴？你看看，杨家非但没有为一个罪有应得的亲戚求情，反而主动将族中10几个作恶的子弟绑了送官。小侯爷，杨家如此识大体，我们必须重赏。哦，你说说，该如何赏？赠他们一块忠义之家的金字牌匾，再擢升杨家豪帅杨兴为沧源县县尉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你亲自去一趟，务必敲锣打鼓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杨老家主不必多礼，我奉小侯爷之命，特来送上贺礼。先。小侯爷有令，杨家深明大义，堪为辽西表率，特赠忠义之家金匾一幅。令杨兴追随小侯爷，屡立战功，特擢升为沧源县县尉，即刻上任。县尉？大哥，当官了！家主，您老人家高瞻远瞩，是我目光短浅了。这块匾比1000两黄金还重啊！小侯爷，燕归县出大事了！小侯爷，燕归县被山匪攻破了，驻防的300兄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死伤过半。县城呢？县城和衙门里的官吏全被杀了，还被挂在城门楼上。哪来的山匪如此猖狂？驻防将士夜里没有放哨吗？当值放哨的弟兄最先被杀，
山匪对我们的布防和换岗时间一清二楚。内鬼！来人，巨响鼓，擂鼓！老张，怎么回事？胡人又打过来了！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就在昨夜，一股山匪攻破雁归县，我辽西军将士伤亡100余人，县城等一众官吏尽数被杀。小侯爷，请让末将出战，不把这帮杂碎的脑袋拧下来，我张虎臣誓不为人。好，本侯今日便要出兵讨伐，不剿灭辽西境内所有马贼山匪，誓不收兵。胡延腾，末将在。立即带你的人先行，查清山匪底细，摸清他们的老巢和人马数目。张虎臣、李破甲、周兴安，末将在。县军城骁骑营、武威营，随我出征。明日一早开拔。秦川率忠勇营留守白云县，戒备胡人。张永武全权负责粮草调配。遵命。这壕沟挖的什么玩意儿？这么浅，糊弄鬼呢？想让敌人直接跳进来砍了你们的脑袋吗？还有你，巨马就这么随便架着？营垒之间离这么近，万一敌人冲营，想全乱套吗？以前我不在意，现在我知道，这玩意儿关键时候能保命。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！是。小侯爷，雁归县的山匪得知您带兵前来，已经全部逃回黑云岭深山了。哼，一群乌合之众，跑得倒快的。不止，我们查到虎啸岭、飞孤山等多路山匪正在朝我们后方移动。朝后方移动？是，这一切都是雁归县几个大家族在背后策划的。他们不满您打击豪强，便勾结山匪给您一个下马威，想把您的大军引到黑云岭，然后趁机在后方各县放火，把辽西搅乱。这些人是想逼我坐下来跟他们谈判。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逼我跟他们谈判。我曹峰从不与蛆虫谈判。来人！在传骁骑营指挥使李破甲，立刻来见我。小侯爷，李破甲，我给你一个秘密任务，请小侯爷吩咐。我继续率大军南下，装作全力进剿黑云岭的样子。你立刻率领骁骑营脱离大队，星夜回师。回师？对，去截杀那些正往我们后方窜的老鼠，骑兵速度快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他们的位置，我的人会告诉你。我要你把他们一只一只的全部踩死。末将遵命。家主，消息传来，曹峰的大军已经过了木马县，正大张旗鼓的朝我们雁归县来了。到底是个年轻人，打了几场胜仗，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他根本不知道，我们支持他，他才能安稳当这个经略使。我们不支持他，这辽西就没他立足之地。
那我们通知各路朋友，曹峰的大军已经被我们引过来了，后方各县兵力空虚，是时候给他一个教训了。弟兄们加把劲儿！前面就是木马县的村子，今晚抢完了，都去喝荷花酒。放箭！